我来到澳门，一座写满传奇的特殊城市。这里有陈旧的老屋，也有奢华到极致的巨型场馆。更离谱的是，接送车免费，吃喝免费，甚至玩一天都不用花1分钱。那谁来买单？这次专门来看看，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情吗？去澳门之前，我是直接在签注机办理的。澳门跟香港一样，签证费人民币15元，还是非常方便的。我是早上7点从广州坐大巴车直接到珠海，大概车程是2个小时。9点钟左右，大巴车直接到达珠海的拱北口岸。下车后简直是人潮涌动，去澳门玩的游客还是非常的多。继续跟着人群向前走，按手印自助过关，只要5分钟就能入境澳门。过安检，提前把包拿下来，做好准备。谢谢你的配合。温馨提示：所有的箱包经过安检，我把那些卡要发进去了啊。过安检的时候会发一个小纸条，上面有合法停留的时间，不要扔掉，有概率会查。过关出站后，就有不少人在这边排队等着坐免费的大巴车，这边俗称发财车。这些发财车也是游客最常坐的，主要由澳门各大酒店和娱乐场负责运营。发财车的功能主要是接人去场馆玩，但是我们游客不玩，也可以借助它免费通向澳门的不同区域。关键是这车也是非常的高级，线路大多连接着拱北口岸、横琴口岸等交通枢纽和自家场馆。不管你是不是住店客人，买不买东西或去不去娱乐场，都能免费坐，目的就是方便游客往返，吸引大家去自家场所消费游玩。不知道要排队等多久才能出发，所以我选择了更为方便的公交车，票价折合人民币6元，支付宝、微信都可以使用。6元的票价是直接到新葡京，但因为路上晕车，所以提前找了一个地方下车。澳门面积很小，面积只有32.9平方公里，中国平均每个村的面积是10平方公里，也就是说，澳门也就相当于3个村子大小。澳门原本地方就太小，走在这澳门的老城区，就更加能直观地体现出来。周边的房屋建筑也都是比较老旧了，道路也只能容纳1辆车通过，90%都是单行线，楼房层数不高，基本为6、7层。但是聊到澳门的经济，大家第一反应可能都是赌场，但要说人均水平，那是真的有点藏不住的富。作为弹丸之地，人口也就几十万，但人均 GDP 常年排在世界前列，比不少发达国家都要能打。澳门居民不仅工资水平不低，福利还特别给力，比如免费教育从幼儿园覆盖到高中，医疗保障也完善，连养老金、现金分享计划这些隐形福利都不少，难怪当地人的生活幸福感挺足。很多人以为澳门经济全靠博彩，其实现在早就不是这样了。这些年，澳门一直在搞多元化，旅游业、会展业、中医药产业都发展的有声有色。就说旅游业，每年来澳门旅游的人次比当地人口多几10倍，大家买手信、逛景点、吃美食都在带动消费。走在路上还发现了自动化垃圾回收站，能靠垃圾量数据智能控制开启，用绿灯指引大家投垃圾。走在这澳门的小巷子里，周边的路面也都很干净整洁，基本上看不到垃圾。路过一家茶餐厅，去里面吃点东西，餐厅装修显得非常整洁，面积比较紧凑，每个卡座的位置都很小，
可以使用微信扫码点菜。我看了一下价格，略显意外，多数小份的点心和菜式都在20多元左右，这价格几乎和广州相差无几了。传说中的澳门，那可是纸醉金迷、繁华奢靡的地方，茶餐厅灯价格居然这么亲民，让我一个内地普通人都体验到不看价码的点餐自由。价格虽然亲民，菜式的水准却一点也不低，看上去就感觉厨艺不错，干净卫生，甚至还有一些摆盘点缀，味道都很不错。最后结账206澳门元，使用微信支付换算成人民币才188元。吃完东西，我继续向大三巴出发。到达大三巴，这里还发现了哪吒庙。据说这个哪吒庙建于清光绪14年1888年。哪吒庙主要供奉哪吒三太子，也供奉地藏菩萨等其他多位神祇。不过在内地这边，基本上很难看到供奉哪吒的庙。咱从上边下去，从下边过去。再往前走，就是澳门的代表性建筑大三巴。大三巴牌坊是圣保禄大教堂的前壁遗址，这里场面太壮观了。我说的是游客的人数，广场上满满当当全是人。大三巴牌坊位于澳门炮台山下，教堂于1602年开始修建，1637年竣工。1835年，一场大火烧毁了学院和教堂，仅剩下教堂的正面前壁，大部分地基以及教堂前的石阶。因其形似中国传统牌坊，被称为大三巴牌坊。建筑特色：牌坊宽23米，高25.5米，由花岗石建成，上下可分为5层，整体为巴洛克式风格，但融合了明显的东方色彩。大三巴牌坊位列澳门8景之首，2005年作为澳门历史城区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，不少人在这里打卡留念。可以说基本上来澳门旅游的必逛的景点之一。원래 잔에 성당에 있었던 자리.7人年193年的189年。你不懂，加400，你不懂，不到位，就记起2024。不知道啊。我反了，先生。哎呀，这边是牙一样的，来搞一下。这里看了一句。慢点哦。澳门那会儿是哪里？爸爸。啊，你跟妈妈玩，我打个电话。在这里啊，你俩都
坐在大三巴旁边的炮台山上，珠海的高楼大厦与澳门的低矮楼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在大三巴广场前面路边的商铺，甚至还会有员工在店外叫卖。再往前走，就遇到了一件恐怖的事情，就是我进入到了一条形成人流拥堵的街道，每个人都是被人潮裹挟着往前移动，或者被阻挡。我当时真的害怕会发生踩踏事件，后果一定会很严重。由此可见，澳门是多么的受游客欢迎。我查了一下，这天有将近70万游客涌入澳门，也就是说，游客的人数差不多都要超过本地人了。我又查了下香港的游客数，香港平均每天入境的游客在12万人左右，也就是说，小小的澳门面积只有香港的3%，游客人数居然是香港的6倍。从另外一个角度，3个村子的土地上集合了近150万人，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。可以说，现在的澳门已经被游客们宠爱到极点。妹妹，去哪里？美女。哎呀，我这个排骨皮那个才要1米。终于躲过了那一劫。在买啥呢？做到农，我是澳门人。大三巴牌坊附近的店铺里，老年人的上衣只需要20元。对比澳门人的收入，相对于我们内地人来说，这件衣服相当于2块钱人民币。
转眼就到了新葡京酒店，进门就能看到巨大的水晶吊灯。澳门主打的就是一个奢侈，仿佛是物欲的天堂。巨大的黄金工艺品惹得游客纷纷打卡留影，大堂里金碧辉煌，每样布置都是珠光宝气。你要自己拍。至于那个赌场是没有办法进去拍照的，所以也没有进去看看。出门后再回望新葡京，这个角度更加显得气势恢宏。接着我将步行去另外一个著名的娱乐酒店米高梅，据说米高梅奶茶和点心都是免费的，去过的人都说挺好吃的。哇，出来是这里了。当走到海边时，风景突然豁然开朗，壮观的跨海大桥和高耸的澳门塔，以及澳门另外一个岛屿的高楼天际线。一座大楼是竖立着4面旗帜，在这样的场景中，国旗的面积永远是最大的。里面是米。到达米高梅酒店，薅完免费的奶茶和点心，接下来就是要继续薅免费的穿梭巴士回口岸。上车时被告知饮料和食物不能带上车，只得猛吸几口奶茶，然后轻装上车。这第一次的澳门之行略显仓促，相信很快将会迎来我第2次的澳门之旅。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
那些也都是女的，女人排队求票嘛。